使用一陣之後呢，我必須說 Samsung 的智慧聯網螢幕 M9 絕對是近期旗艦螢幕的夢幻逸品啊。不過究竟使用過後呢，有哪些地方是你在購買之前一定要留意、要知道的？那今天影片就会還好好聊聊這個部分。那首先，這款螢幕是在2025年年初的 CES 上亮相，那現在終於買得到啦。那 M9 是一款 4K 165赫茲的 QD OLED 的霧面螢幕啊。那外觀看起來很時尚摩登，那其實規格呢，完全就是走了電競旗艦等級的。然後有件事情非常的有趣，在這邊先考各位啊，你知道螢幕和電視的差別究竟是差在哪裡嗎？3、2、1，螢幕通常是一定要外接電腦或者是外接遊戲機才會有畫面的顯示器啊。但是這次的 M9 是一款直接具備了處理器和作業系統的螢幕啊，一款不用外接任何東西呢，就可以直接觀看串流影音 App 的螢幕啊。那內建了 AI Smart TV 的智慧電視功能啊，你直接開機就可以直接享受到三星的 Tizen 智慧電視作業系統啊，不用再外接什麼電視盒啊或者是電視棒，經過實車一開機，你就可以享受得到 Netflix 啊、Disney Plus、HBO Max 或者是 Spotify 啊。那你可以透過它的商店下載其他你想得到的所有影音串流平台啊。它甚至還配備了一個遙控器給你啊。所以這款遙控器呢，跟我平常在看三星電視的根本就是同一款啊，一鍵就可以打開 YouTube。那更別提這個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的畫質，絕對是比你一般螢幕外接電腦來得好以及方便。在多數的情況之下呢，你外接電腦都是透過電腦的瀏覽器去觀看，常常會只有1080p 而已。但這款 M9 之下呢，經過我自己測試，大部分的影片都可以觸發 4K 和 HDR 的部分啊。那重點是體驗真的是方便非常多啊，你不用在那邊電腦打開，然後還在那邊接線弄來弄去，這個只要遙控器按一下，你馬上就可以開始快速追劇，基本上體驗就跟三星的電視非常的像啊，真的超級爽。而且遙控上就直接具備了 Netflix 啊、YouTube 和 Prime Video 的快捷鍵啊。然後我們再來看這款螢幕的規格吧。首先最有趣的就是它是三星首款的 4K QD OLED 的智慧聯網螢幕啊，那採用的是量子點的 OLED 技術啊，顏色更加的純淨，那黑色是真的黑的徹底啊。而且有趣的來了 ，M9 是市場上少數採用了抗眩光真霧面面板技術的 OLED 的智慧聯網螢幕啊，讓你的黑不會因為反光而有所影響，是真的非常黑啊。而且三星的抗反光螢幕是真的很強啊。我之前參加他們智慧顯示器的發表會時呢，三星直接把顯示器當成辦起了畫展啦，看起來是真的超級像真實的油畫，是因為它幾乎沒有反光啊。那這次 M9 也是有着三星著名的抗反光的效果在。那重點是呢，不用額外加購啊。產品本身就採用 Glare Free 的抗眩光技術啊，有效隔絕外部光源的反射，讓你不論在哪個環境下使用，都可以清楚的看到熒幕上的內容啊。那再回到熒幕的規格上來講，這次 M9 提供的就是 4K 的 QD OLED 以外呢，電競部分就在於它具備165赫茲的更新頻率啊，以及0.03 ms 的反應時間啊，那完全就可以拿來打遊戲，不論是更新率啊，或者是反應時間的速度都非常的好啊。而且它也具備HDMI 2.1啊，然後非常有趣的是，它還具備了 Type C 以及 DisplayPort 兩者都有啊。一般的熒幕通常只會具備 DP 或者是 Type C 其中一個，因為兩者本質上來講都是傳輸熒幕訊號使用，基本上只要一個就好。因為如果兩個都要，不論是 PD 協定啊、控制晶片啊，或者是布線以及認證，都會需要額外花錢啊，你的成本會直接墊高。但是這款 M9 呢，兩者都具備啊，而且這次的 Type C 的輸出功率也給到了90瓦，基本上可以滿足你大部分筆電的需求。那單條 Type C 就可以同時輸出影像以及供電，是真的非常方便。又找到一款同價位的，然後又自帶系統，又有 DisplayPort 以及90瓦輸出功率的 Type C 的熒幕，那真的就只有三星的這一台。而且三星很佛的一個部分就是它這次隨機附贈的這個線材呢是 HDMI 2.1的線材啊，真的是非常的佛心啊，上面就直接寫着 Ultra High Speed HDMI 啊，那一回家呢就可以直接享受最頂級的熒幕體驗。那除了可以使用線來去做連接以外呢，還可以使用無線的方式啊，可以直接輕鬆的投影 Android 啊、Apple 的裝置到熒幕上，那整合 Smart View 啊、AirPlay 和 Mirrorcast 的功能啊。那講到這一點，我相信一定還有人對於 OLED 是很有疑慮的，畢竟每一個人的熒幕並不是每一年都會換。那 OLED 的熒幕呢，又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烙印的負面硬傷啊。那這時候呢，三星其實也有想到這個部分。首先，這款 M9 呢，它採取的是三星首創的脈衝式的熱管技術啊，它釋放的冷卻劑散熱速度呢是比石墨片快5倍啊。那此外，就是它還具備了熒幕保護程式，還有可以自動降低標誌啊，或者是工具列這種靜態影像的亮度的這個功能在，就可以去避免熒幕
烙印。那重點來了，原本的三星 OLED 的系列產品呢，都只有3年的保固而已。但是最近因為活動呢，它直接變成3+2，一共給你5年的保固啊。但再來不是最扯，最扯的是因為面板這種東西，基本上你很難去送修，很難带去維修站進行維修，所以只要三星那邊判斷你只要符合資格，他就會直接派工程師到府維修啊，超級誇張的到府維修那除了3+2的產品保固以外呢，這款 M9 也提供了7年的 Tizen 作業系統升級啊，所以你 Tizen 智慧系統呢，可以維持在最新的系統至少7年啊，讓你真的是可以用好用滿5年的保固，再加上7年的作業系統升級啊，三星真的是不留給其他人活路啊。那此外呢，32寸的熒幕用起來是真的很大很爽啊，而且 M9 的支架真的是超級好用，徒手就可以調整仰角和升降高低，重點是它可以90度的旋轉啊。M9 的熒幕呢，它自帶一個陀螺儀啊，所以旋轉過後呢，想要當第二個熒幕來進行 coding 啊，也是非常不錯的一個選擇。但是說旋轉90度之後呢，搭配 Tizen 的智慧作業系統，拿來滑短影音是真的是超爽的，非常巨大，整個滿版的爽感是非常足夠的。那不過這邊要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要旋轉到90度的話呢，你要先把仰角拉高再轉，要不然它底座會敲到啊，會非常心疼的。那說到底座的部分呢，這邊稍微提醒一下，它安装方式其實真的是設計的超猛，基本上開箱過後呢，都是走的無螺絲的設計，你只要先把底座裝好，然後再雙手握着底座往卡扣那邊一卡，就可以直接安裝好了，完全不需要任何螺絲起子啊，輕鬆就可以安裝好。不過如果你真的擔心底座會不穩的話呢，它額外還有提供2個螺絲孔位可以鎖，就可以讓你更放心一點。那 M9 除了隨機附贈的底座很好用以外呢，你可以選擇 Visa 的100×100的壁掛規格啊，它這個也是有支援壁掛。那接着再回到影像的部分，這次的 M9 也是有支援 AI 功能，那具備三星老絕活啊 ，4K AI 影像生評技術 Pro 啊，讓你可以把內建的 App 像是 YouTube、Netflix、Disney Plus 的影像進行生評啊，補足畫面的細節和銳利度啊。那此外就是 M9 也具備 AI 影像優化，會自動調整熒幕的亮度啊、對比和色彩，讓你的畫面看起來更好看。那至於聲音部分也有智慧抗噪模式啊，可以及时的分辨背景雜音，把背景雜音消弱，那只留下人聲或者是關鍵性的聲音啊，讓你可以不用把音量開到超大，你都可以聽得清楚該聽到的声音啊。那此外，因為是3件產品，它也完美的融入了三星生態圈之中啊。首先 ，SmartThings 可以輕鬆操作啊。那一打開 S25 Edge 上的 SmartThings 就可以看到各大影音平台的串流 App， 可以把手機當成遙控器來進行操作啊。那最有趣的是 SmartThings 中呢，你還可以去繪制你家的立體圖啊，然後可以把3件產品都放上去，像是我這邊就放了我的三星電視啊、三星投影機以及這一次的三星 M9 智慧熒幕啊。而且除了三星以外呢，它其實還支援其他 Matter 聯盟智慧家電的整合啊。然後最有趣的是呢，你可以調動熒幕上的聲音感測或是光源感測器啊，就可以直接利用 M9 知道你家裡的狀況。像如果你現在在看的話，就可以知道我這個房間其實現在是有開燈的，就非常的猛。那如果你的小孩呢偷玩電腦，會馬上被你抓到啊，就是非常的 creepy 啊。而且這次 M9 還有一個功能，我覺得非常神的，就是它可以直接存取看你三星手機內的檔案，不論是檔案或者是照片，都可以直接輕鬆透過 M9 去進行展示啊。但這還不是最誇張的，最誇張的是呢，假設你沒有帶辦公室的電腦回家，你甚至在家裡呢就可以直接透過 M9 遠端回去你的辦公室的電腦啊，而且不論是 Windows 啊、PC 或者是 Mac， 它都支援啊。那我自己實測呢是可以順利連回去我的 MacBook Pro 進行遠端的。那假如你真的很不想遠端的話呢 ，M9 它也有具備了 Microsoft 365啊。雖然說這個是網頁版，不過基本上還是可以拿來做使用啊，基本上加班無極限啊。那此外，因為具備了智慧系統，你可以下載很多很有趣的軟體啊，像是这個是股市的 App， 1秒就可以變成 Old School 的券商營業廳啊，可以給長輩看股票啊，很好笑。那還有一個更好笑、更有趣的 App 是卡拉 OK 的 App， 你可以透過 M9 來唱卡拉 OK 啊。然後最好笑的是，你還可以使用 SmartThings 連上你的三星手機啊，連唱歌都可以三星生態圈啊。你看現在就是拿着這個 S25 Ultra 當麥克風，聲音還有 Echo。那你訂閱我的頻道了嗎？那此外，因為這次 M9 它是具備智慧系統，你可能會直接使用它的 App 啊，或者接上電腦來進行使用。那所以三星也非常貼心啊，直接內建了一組鍵盤滑鼠的多電腦切換器 KVM 給你做使用。你把你的滑鼠或是鍵盤的接收器插在 M9 背後之後呢，不論你是直接想要連着電腦做使用，或者直接使用三星的 Tizen 的 App， 或者你想遠端回去使用你的電腦時呢，都不用在那邊進行滑鼠的插拔，你直接同一組滑鼠、同一組鍵
鍵鼠呢，你就可以操作到底啊，我覺得真的是非常貼心的。那最後還要提及的一點就是這款 M9 具備了 4K 1600萬像素的超廣角視訊鏡頭啊，鏡頭真的是超廣，超級適合視訊會議來做使用。因為它的鏡頭真的是太廣，它這次直接內建了人像追蹤的功能啊，你可以看一下這段的畫面，就可以體驗一下它整個的畫質的感覺是如何。那此外，這顆鏡頭呢，你還可以開啟子母畫面啊，如果你有在運動的話呢，你就可以子母畫面對照一下，檢查一下自己的動作是不是做正確啊。那這種 4K 的視訊鏡頭，通常市場上的價格都是在5000元到7000元左右，但是這次 M9 直接附贈啊，我覺得真的是非常不錯。那全新的智慧聯網螢幕 M9 也具備了 Samsung Knox 確保顯示器資料內的安全和保密的程度啊，而且還具備了 Knox 4內建晶片，專為保護敏感資訊不受實體攻擊而設計。那三星真的做到提供給消費者更深入的一層保護啊。那總結上來講呢，我覺得能夠有三星的抗眩光真霧面面板技術，再搭配上量子點的 OLED 的技術，真的非常爽。再加上雖然名為螢幕，但其實自帶了智慧電視的作業系統。那具備智慧作業系統的螢幕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啊，有點打壞市場規矩的。我老實說啊，那因為這款 M9 呢，你完全就可以當成一款智慧顯示器來進行使用，不插電腦啊，或者是遊戲機也可以玩得非常開心。更不用提它還具備了 AI 功能啊、4K 的鏡頭啊，具備90瓦充電的 Type C 啊，以及 HDMI 2.1還有 Display Pro 的輸入輸出啊。那165赫茲的更新率以及0.03毫秒的反應時間，不論是在電競啊或者時尚工作，都可以完全進行勝任啊，真的是一款非常不錯的螢幕選擇。那至於購買建議的部分呢，目前的售價是39990元啊，相較於市場上其他同尺寸的 OLED 螢幕來講呢 ，M9 是真的是更便宜的。重點是它還具備市場上少數的 4K 鏡頭和智慧系統啊。其實跟自家的 Odyssey OLED 的 G9 相比，雖然說多了3000左右的售價，但它額外給你 4K 鏡頭啊，這顆鏡頭在市場上你真的需要7000塊才可以買到，你只要拿3000塊就可以買到7000塊的東西啊。整體來講 ，CP 值是真的很不錯的。不過 M9 還是有個可惜之處，那就是尺寸的部分。希望之後可以看到更大的尺寸的選擇啊。目前這個尺寸是32寸，不過根據我朋友使用過42寸當電腦螢幕的使用經驗來講呢，他一直跟我講大就是正義啊，用過之後就真的回不去了。就希望明年可以看到三星提供更多的尺寸選擇啊。那最後再溫馨提醒一下，這款螢幕目前因為活動保固是3+2年啊，總共5年啊，要記得去做登記啦。好啦，那差不多就是我這一陣子使用 M9 的使用心得啦。如果你覺得今天影片對你有點益處或有點幫助的話，可以記得訂閱我的頻道，並且幫我這部影片按讚和熱推一下。熱推的方式就是點讚之後呢，再點選熱推的選項，這些對於我而言都是非常有幫助的。那就再麻煩各位啦。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悄悄，拜拜。